今天这期视频来介绍一下最近在淘宝找到的两款 MagSafe 平替支架产品。第一款是这个采用注塑模具制造的外接电池的支架，内置了 Lightning 端子，并且做了镂空散热孔。当然，这个端子肯定不是 MFI 的，等于是内置了一条山寨快充线，背后给了一个 C 的母口，顺带可选一个无线充电充耳机。然后我们来看看它是如何安装的。这里我要说明一下，如果刚拿到手，这个底部还是比较紧， Lightning 端子方向也不正确，一开始会卡住，多插几次基本就能矫正到位。从外观来看还是能接受的，不过拔出来还是比较紧，需要用指甲从下半部分凹槽抠住拉起来。所以我觉得它上半部分做散热孔多此一举了，本来可以捏住拔起来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搭配手机的效果，可以发现13 Pro 没有什么问题，能正常吸附。然后就是装上磁铁保护壳的新款 SE， 也是正常吸附，只不过无法看到内部的电量。然而测试下来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就是，如果用带 eMark 的 C2C 线缆充电，直接没有任何电压电流，换了一根无芯片的 C2C 线才解决问题。然后我们看到右片升压工作正常，但是并没有维持15瓦以上的 MagSafe 快充状态。其他设备的兼容性方面， Pixel 6的摄像头正好能卡住顶部，但是充电线圈完全没对上。搭配磁吸充电仓的 AirPods Pro 能吸附，但是老款 AirPods Pro 只能放背后。另外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问题是，山寨端子在3N 电流下的发热比较大，而且下半部分没有开散热孔，所以使用的时候最好注意一下温度情况。然后就是这款2合1支架产品，它的好处是可以 BYOD， 整体设计的分量感更明显，但是细节仍然有些粗糙，同时刚买来的胶水味很大。底部这个缓冲条其实有些意义不明，优点是折叠状态比较节约空间，也可以当做平躺充电器。展开的阻尼比较扎实，所以能调节到你想要的角度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它的手表位置并没有为 S7 的薄款快充优化，所以会有前后移动的问题。另外会拉出来2根线缆，本身没有提供比较好的收纳方案，这就需要用户自己去整理。然后就需要2个支持 PD 的快充头，其中一个必须要有9伏2安的档位。Anker 这款65瓦 2C1A 的快充其实有些 overkill， 找到一个2口40瓦的就刚刚好满足要求。我们先看 iPhone 13 Pro 不带保护壳的表现，可以发现最高处刚好顶到了摄像头，这点肯定是欠考虑了。然后我们看看 SE 搭配磁吸保护壳的表现，可以发现位置良好。再给 iPhone 13 Pro 装上保护壳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我们可以注意到保护壳的镜头边上有一圈凸起的保护，这个时候只是保护壳凸起和支架有轻微接触，但是镜头不会顶到支架了。当然，这款充电器最大的核心优势在于对 S7 快充线的支持。如果你对 S7 的快充有需求，但是觉得如今贝尔金的平躺 S7 支架太贵或者太不优雅，手头的 AirPods 能兼容立式支架，觉得单独的7充电位多余，或者是想让支架的 MagSafe 位能兼容老款 AirPods， 就像这样放下来平躺。如果你用的是不带保护壳的 mini 系列的话，拿取还是有一些麻烦。底部的防滑比较扎实，基本不会移动。然后是刚才的外接电池支架，这个拿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用顶部做杠杆支点发力，防滑做的比较一般。肯定还有人好奇1.0的贝尔金支架的防滑是什么水平，我个人觉得还没完全无视桌面光滑程度和拿取手法的程度。另外一个痛点就是手表没有快充，需要这个只能选新的平躺款了。刚才说到山寨端子和发热的问题，如果你不在意这款洋垃圾贝尔金支架只有12瓦的充电速度的话，其实整体的体验还算可以。一方面它能给各种 Lightning 设备充电，包括 AirPods 和 TV 遥控器。另外背部的调节旋钮改善了它的兼容性，这样就可以兼容不同的保护壳，并且也能让它接上 MagSafe 保护壳后能兼容不同大小的 iPhone， 包括 Max。在这里可以看到端子的升起填补了 MagSafe 外接电池和手机底部的距离，甚至还能让第三方设备充上电，虽然 MagSafe 这个时候只能输出 2.5 瓦。那么视频对这几款充电支架介绍就到这里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不知道你会选择 BYOD 支架还是贝尔金那种高溢价 MFI 产品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